对于无名宗主的无能怒吼，那两位大师不仅没有一丝愧疚，反而目光转冷。就你话多，那就先割了你的舌头。话罢，一把利剑飞向了无名宗主，直奔其嘴，当真是要割掉无名宗主的嘴。鲜血溅起，无名宗主顿时惨叫连连，何止舌头，他整个嘴都被那一剑直接从脸上割走。而楚风原本可以阻止，他故意没有阻止，他觉得这无名宗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应当遭受一点责罚。可下一刻，无名宗主的一个举动，则是让楚风无奈摇头。无名宗主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对着狼少爷以及九重阁阁主等人磕头作揖。狼少爷，九重阁主，饶了我吧！我今日当着狼少爷的面，我可以立下字据，主动放弃这一技内的尊实。虽说嘴已经被彻底割掉了，但毕竟对于这种境界的强者而言，肉身毁灭都不会死，所以只要灵魂仍在，他还是可以发出声音的。只不过对于无名宗主的求饶，狼少爷与九重阁众人皆是轻笑一声，有的人更是发出大声的嘲笑。事已至此，又怎会给无名宗宗主活下的机会？继续，狼少爷说道。而两位大师也是准备继续动手。住手！不要继续了，我无名宗的禁地是藏有秘密的，我现在有可以进入禁地的方法。无名宗宗主大声说道。等一下！听闻此话，听九重阁阁主赶忙开口制止，旋即看向无名宗主，有办法可以进去吗？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若敢说谎，叫你不得好死！九重阁阁主狠狠地威胁道。他可以进入那禁地。无名宗宗主将手指向了岳灵，他这一指，莫说岳灵，就连岳灵是师尊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他万万没想到，无名宗主不仅如此懦弱，竟然还会将岳灵出卖。九重阁早就窥探于无名宗的禁地，为了解开那禁地秘密，他们会不择手段。若是让他们知道岳灵可以进入禁地，为了解开岳灵是为何可以进入禁地的秘密，岳灵绝对不会有好的下场，甚至可能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而楚风也深知这其中的厉害，所以他看无名宗宗主的目光也变了。而九重阁阁主看向岳灵，但却满脸的狐疑。毕竟那禁地连无名宗历代先辈都不了解，也无法解开，怎么可能一个小姑娘可以进入？真的没有骗你，你随我同行，去我无名宗，我带着她去禁地，自然变。无名宗宗主话未说完，又有一道鲜血喷溅而出，一把结界掌剑洞穿了无名宗宗主的脑袋。虽然他没有死，可他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一剑是楚风刺出的。楚风不仅破了他的肉身，更是毁了他的灵魂。谁让你们动手的？见状，九重阁阁主怒声斥道。其实按实力，他也不如两位大师，但毕竟有狼少爷坐镇，他也变得胆大了起来。最主要的是，他非常想知道关于那禁地的秘密。这个时候自然不能让无名宗主死。不是我们，两位大师说道。的确不是他们，是我。楚风的声音忽然响起。是你？两位大师听到楚风的声音，也是倍感意外。他们之前觉得楚风是一个小角色，连他们出手的资格都没有。可现在楚风居然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能做出这样的攻击，足以说明楚风非寻常之辈。而就在他们意外之际，又有数道结界掌剑出现，向那两位大师飞掠而去。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，那两位大师的身上已是布满结界掌剑，变得如同刺猬一般。他们二人发出与无名宗宗主相同的惨叫。而此时岳灵以及岳灵师尊也是目光变化，他们本来以为楚风走了，可此时发现楚风不仅没走，并且还有着可以轻松制服两位大师的实力，这让他们也见到了生还的希望。哟，还隐藏着一个高手，你是想插手此事吗？狼少爷说道。我本已经不想插手此事了，可你对我朋友不敬，我便不得不管。这样吧，你割掉弟弟，然后对我朋友道歉认错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楚风说道。而听闻此话，那狼少爷的脸色立刻转冷。你是找死？只见其抬手一掌，呼啸传来一只金灿灿的武力猛虎，便向楚风扑了过来。然而只是那武力猛虎还未靠近，便同样有一只金色猛虎凭空出现，向那武力猛虎冲击而去。两只猛虎相撞，那狼少爷施展的武技竟立刻化成了粉碎。这一幕莫说狼少爷大吃一惊，就连那两位惨叫的大师也是大跌眼镜，因为那是一只结界之力凝聚而成的猛虎，可是它所蕴含的力量却是已然超越了寻常的九品武尊。该死！狼少爷眼见不对，双眼变得血红，身上也散发出蓝色气焰，那是血脉之力。在血脉之力出现的那一刻，狼少爷也获得了逆天战力。然而那蓝色气焰还未彻底升起，他便发出一声惨叫，倒不是那结界之力凝聚的猛虎攻向了他，反而那结界之力凝聚的猛虎宛如具有生命一般，在靠近他之后，一边盯着他，一边围着他转。而他之所以被束缚住，只是因为楚风释放出了结界之力，无形之间便已将他束缚。这就是楚风现在的实力。虽然他的结界之术也是龙变九重，可是九龙圣袍与结界血脉的蕴藏的战力却依然健在。尽管无法打破半神的限制，结界之力的战力依旧困在武尊境，但却能够在九品武尊战力的基础上获得2品逆天战力，所以只要楚风出手，自然也不是寻常9品的武尊能够抗衡的。当然，这朗少爷明显有提升战力的手段，但他大意了，并未第一时间将战力提升。至于楚风，也没有给他提升战力的机会。这场交锋才刚刚开始，便已然结束，这算什么？提前设伏吗？有本事放开本少爷，咱们光明正大的较量一番。狼少爷明显还没将所有手段施展而出，但眼下被楚风束缚，他也没机会施展手段了，所以很是不服，还敢嘴硬，对我朋友无礼的账，我还没找你算呢。楚风说话间，一道结界长剑飞掠而出，便飞向了那狼少爷。你要干嘛？快住手！眼见着那结界长剑向自己飞掠而来，狼少爷脸都绿了，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楚风那结界长剑对准的乃是狼少爷胯下的第3条腿。
那可是对男人而言最重要的东西。若是此腿一断，那可就成了太监了。不过尽管他歇斯底里，可那结界长剑并未停止，反而噗的一声刺入了狼少爷的腿中。这一剑刺入，狼少爷虽然紧咬牙关，眉头也是皱得很紧，可他并未惨叫，反而是痛苦的脸上有着一抹庆幸，因为楚风这一剑并未真的斩断狼少爷的第3条腿，而是刺入了狼少爷的左腿之中。楚风当然不可能刺歪，他是故意的。楚风此举就是要吓这狼少爷，可狼少爷不仅没怕，反而短暂的恐慌之后，脸上被无尽的愤怒所覆盖。你这混账，胆敢戏耍本少爷！本少爷告诉你，就算你不露面，但是这无名宗的人是你朋友吧？就算我找不到你，但是他们都别想活，我会让无名宗从这世界彻底消失，更要让你朋友不得好死。狼少爷恶狠狠地盯着楚风，说话之时杀意涌动，而他此话一出，楚风则是双眼微微一眯，同时一股磅礴的杀意也是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让你先死！楚风此话说出之际，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如同一无形的大手，向那狼少爷狠狠地捏了下去。楚风可没开玩笑，他原本是打算给狼少爷一个机会，可从刚刚狼少爷说的话，楚风察觉到他没有开玩笑。若是今日放走他，他绝对会报复无名宗，并且手段会极其残忍。既然如此，那楚风今日就于此处将其斩草除根。所以这一击乃是楚风对他的致命一击。然而那结界之力将要抹杀狼少爷，狼少爷的肉身变得扭曲，即将被捏得粉碎之际，其体内竟释放出金色光芒，金色光芒向外扩张，硬生生的将楚风的攻势给退散开来。虽然狼少爷依旧被楚风控制着，可楚风却已然无法杀掉狼少爷，那是守护阵法，而这守护阵法蕴藏的力量乃是半神之力，也就是这守护阵法没有彻底释放，如若不然，这守护阵法的力量恐怕会将楚风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抹杀于此。而当这守护阵法出现的同时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也是从那守护阵法中缓缓升起，那乃是结界之力所化，与守护阵法乃是一体。虽然身形高大，可却身披长袍，身上被遮盖得严严实实，因此看不到他的容貌。那结界之力所幻化成的虚影出现后，便目光扫视，打量周围，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守护阵法，这守护阵法是与布阵者有联系的。此时阵法触发，他更是能够通过这阵法打量到此地的情况，这说明在狼少爷身上布置守护阵法的人，距离狼少爷本体也并不是很远，可能是相邻的世界，甚至可能也在这个下界，否则他不可能做到这般，因为再强大的结界阵法也会受距离限制。他既然能够通过守护阵法直接将自己的意识传递过来，通过意识观察周围，便说明此人与狼少爷的距离并不是很远。这种手段倒不高明，只要在一定距离之内，很多界灵师都可以做到。可是蕴藏半神之力的守护阵法却足以说明此人的强横，他至少也是半神境或者神袍界灵师的存在，不然不可能布置出如此厉害的阵法。若是修罗大军还在的时候，寻常的半神楚风还真不怕，可现在修罗大军被封锁了起来，羽薇大人又身负重伤，需要疗伤。楚风现在就算半神之下难寻敌手，可面对半神境还真没有太多的办法，自然也是不敢轻视。就在楚风观察对方的同时，对方也在观察着周围，自然是想要找到伤害狼少爷之人。但很显然，他也看出来这些站在明面上的人没有能够伤害狼少爷的本事，于是他凝声说道：“是何人要杀本大爷的弟子？不妨现身谈谈。”而他此话一出，楚风却是内心一震，对方的声音楚风听着是如此的耳熟，这与楚风认识的一个人非常相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不，那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猫，那是老猫的声音。楚风再仔细打量那守护阵法内所释放出的虚影，楚风有些不确定了。老猫那般矮小，可这身影如此高大，但很快楚风又察觉到，搞不好真是老猫，毕竟老猫向来做事小心，他伪造形象也是完全能够解释得通的。于是楚风赶忙暗中传音于岳灵以及岳灵师尊，告诉他们绝对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。在岳灵与岳灵师尊答应之后，楚风这才开口，想让我现身，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至于我为何要动你弟子，乃是你弟子想要对我朋友不利在先，他是该死。楚风既然怀疑这狼少爷的师尊可能是老猫，不仅没有现身，且说话的时候故意伪装了声音，原来是我弟子不对在先，但他年龄还小，犯错也是正常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弟子向你道歉，且拿出一些宝贝作为补偿，可否放他一条生路？那狼少爷的师尊问道。正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而子不教父之过，他会这般蛮横无理，你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。若想让他安然，也不是不行，你亲自到我面前向我道歉，我就放他一马。如若不然，楚风话到此处，双眼不仅目光转冷，眼中更是涌现出了一抹漆黑之色。随后只见楚风大袖一挥，刹那间无数道结界之力化作的大刀向九重阁大军飞掠而去。只见鲜血漫天，如暴雨倾盆，其中更是蕴藏残肢断臂。而见此一幕，岳灵更是吓得精神尖叫，岳灵师尊也是脸色铁青，就连无名宗宗主也是顾不得哀嚎，而吓得目若呆鸡。至于那两位大师，更是吓得裤裆都湿了一片，因为一眼望去，莫说九重阁阁主以及见证势力之人，就连九重阁那些大军也全部死去。只是一击，楚风就将九重阁100万大军尽数抹杀。师尊，救我！见此一幕，那狼少爷立刻大喊起来，对方如此轻易便抹杀100万生命，他知道他遇到了一个怎样的狠角色，而现在能救他的便唯有他的师尊。这位仁兄，千万别伤害我的弟子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直说，我都会尽量满足的。狼少爷的师尊也是看出楚风是个狠辣之人，于是就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柔和了许多。从此倒也可以看出，他还是蛮重视狼少爷这位弟子的。你若不想我伤害你弟子，就过来面谈，我就在这里等你，但是你最好一个人来，少花样。如若不然，你这守护阵法
可保不住你这弟子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已经怀疑狼少爷师尊是老猫，便想将他骗过来，这样才有机会利用狼少爷来逼迫老猫说出血迹的下落。当然，若是狼少爷师尊不是老猫，有狼少爷这个底牌在，楚风觉得他也能够安然脱困。臭小子，你这是什么地方？把具体位置告诉我。狼少爷师尊对狼少爷问道。而狼少爷也是将这里的具体位置告知了其师尊，好希望你能遵守诺言。3日之后，我会独自一人来找你。狼少爷师尊说道。行就3日之后，若是3日之后你不来，那你就等着替你这弟子收尸吧。楚风也是说道。确定之后，那守护阵法便回到了狼少爷体内，而狼少爷师尊的身影自然也是消失不见。楚风觉得这守护阵法的力量起码达到了1品半神的水平，狼少爷师尊没有直接催动守护阵法的力量来抗衡楚风，必然是有所原因，原因无非就是3个。第一个，他不确定楚风的实力，若是守护阵法无法除掉楚风，那么死的必然就是其弟子了。第二个，这守护阵法若是彻底催动，狼少爷也会遭受牵连。至于第3个，那就是这守护阵法只能保护狼少爷，根本不具备攻击旁人的力量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守护阵法都是楚风必须解决的。有着守护阵法在，楚风根本无法真正的伤害狼少爷，所以必须想办法将其破除。按理来说，神袍界灵师布置的手段龙变九重根本无法破除，但现在的楚风却是不可同日而语。这还要多亏了月灵先祖留下的传承，虽说那传承楚风尚未完全领悟，但已是领悟大半。如今对结界之术的运用已是不可同日而语，只要给予楚风的时间，楚风觉得他也许能够解开这守护阵法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们一命。是那2位大师。眼见着九重阁那么多人都被楚风抹杀，这2位大师回想起先前对楚风说了那样的话，自觉大难临头。而见楚风没有理会他们，他们也不知楚风具体位置在哪，便纷纷转身将目光投向月灵。姑娘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让那位大人放过我们吧。可还不待月灵回答，那插在他们身上的长剑便将他们斩得4分5裂，他们全部死去。无名宗宗主对着月灵和月灵师尊发出诡异的叫声，那其实是在求饶。他怕呀，现在在场的除了狼少爷，几乎得罪楚风的都死了，而他先前也得罪了楚风，连那种大人物楚风多杀了，何况是他呢？大人，可否饶我家宗主一命？月灵师尊赶忙开口求情。恩公，饶了宗主吧，宗主其实本性不坏。月灵也是开口求情。本性不坏，他刚刚可是把你给卖了。楚风冷笑道，但很快又说道，让他闭嘴，闭嘴，饶他一条狗命。楚风没有想杀他，之所以不杀他，就是看在月灵以及月灵师尊的面子上，如若不然，楚风早就对其下手了。月灵，你与你师尊带着这个没用的宗主先回去吧，但是无名宗先不要带了，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，然后你躲在哪里告诉我。楚风说话间，取出一个传递消息的符纸，递给了月灵。恩公，你留在这里要做什么？月灵也是问道，他是有些担心楚风。放心，我会没事的，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即可。对了，告诉羽为前辈，我过段时间会去找他，让他不要乱跑，安心在禁地内等我。楚风又说道。好。月灵只得收下那传递消息的符纸，随后便准备与其师尊带着无名宗宗主离开。等一下，可他们刚刚动身之际，楚风的声音却再度响起，无名宗主，我看你不配坐这个位置，将这个位置让给月灵师尊吧。还有关于我的事，你最好守口如瓶，若不然是什么后果你知道的。楚风此话说完，只见那满地的尸体竟然微微颤动起来，随后他们的乾坤袋以及身上的宝物全都倒飞而起，向楚风所在的位置飞掠而来。但不仅仅是宝物，他们的本源也楚风用力量抓取出来。无名宗主无法说话，但却猛地点头，看他那个怂样，楚风也知道他不敢违背自己的意思。随后月灵便与其师尊带着无名宗主离开了，这里便只剩下了狼少爷以及楚风2个人。楚风说话间凝聚出一幅画像，递到了狼少爷面前。看到那幅画卷，狼少爷脸色顿时大变，看到他这个反应，楚风便心中窃喜。那画卷上画的乃是老猫的样子，而狼少爷这个反应明显认得老猫，看来楚风猜的没错，这个狼少爷的师尊还真就是老猫，他就是你的师尊对吗？楚风问道。你认得我师尊？狼少爷眉头微皱，何止认识，其实我与你师尊也算有些交情，所以你放心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楚风说道。既然认识我师尊，为何不放开我？你为何要让我师尊过来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狼少爷对楚风问道。我做什么你无需知道，但你确实应该感谢你的师尊，若不是你师尊，我刚好认得，就算天王老子护你，我也会将你除掉。楚风说道。除掉？我这守护阵法你以为是假的吗？你说除掉就除掉，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这守护阵法你根本无可奈何，对不对？狼少爷说这番话的时候，目光故作坚定，甚至嚣张，但还是被楚风看穿，他是装的。其实他现在心里很虚，尤其是见识到楚风狠辣的手段之后，他其实很怕楚风，但是他也想清楚楚风到底能否破开他的守护阵法，所以他是故意装作一副很嚣张的模样，就是想试探楚风无可奈何。看穿狼少爷把戏的楚风先是轻蔑一笑，接着便说道，你信不信你师尊见到我都不敢说这样的话？紫龙神袍我都不放在眼里，难道会破不开你这小小守护结界？你若不信，我可以现在就破开你这守护结界，反正杀了你，你师尊也对我无可奈何。楚风说道。别，我信还不行吗？你真的认得我师尊啊？你与我师尊是仇家吗？狼少爷慌了，不仅是楚风的气势让他害怕，还有就是楚风准确说出了虎爷是紫龙神袍这件事，可是少有人知晓的，这说明楚风真的认得他师尊，这样就对了。我向来吃软不吃硬，别说是你，就算你师尊敢和我来硬的，你师尊的命我也照样取。
楚风说道：“我信，我信。”狼少爷连连点头，先前伪装的嚣张已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发自内心的恐惧。在他眼中，楚风太神秘了。首先认识他的师尊，并且看样子真的不把他师尊放在眼里，否则也不可能明知道他师尊是紫龙神袍，还敢让他师尊过来。从这一点就足以证明，眼前这位的实力多半是在他师尊之上的，并且对方连面都不肯露，这就更让楚风彰显神秘，也更让他感到恐惧。其实我与你师尊是旧相识，是有事与你师尊商量，所以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楚风此话刚说完，那狼少爷便连连点头，我听话，我一定听话。前辈你千万别伤害我。狼少爷是真的很害怕楚风，尤其是卸下了伪装之后，他毫不遮掩自己对楚风的恐惧。接下来，楚风利用狼少爷对自己的恐惧，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打探狼少爷与老猫的关系。楚风想知道他们2人到底什么关系，怎么相识的。对于老猫而言，这狼少爷究竟只是有利用价值，还是真的很在乎他？而根据狼少爷所说，他的父亲与老猫乃是结识多年的好友，前几年其父亲被仇家重创，性命不保，刚好这个时候老猫上门拜访，救下了他。只是他父亲伤得太重，未能将他父亲的性命保住，但却决定收狼少爷为徒。当然，狼少爷那个时候已是展现出了天才风范，所以狼少爷能有今日成就，其实与老猫教导无关，完全是他自己的天赋以及他父亲生前的培养。可在楚风看来，老猫可不像是重情重义之人，所以楚风也不确定老猫真的是念在固有情面保护狼少爷，还是说狼少爷有老猫利用的地方。但对于这些，狼少爷显然也不知晓。于是楚风开始利用狼少爷对自己的恐惧，对狼少爷做第2件事，开始尝试让老少爷配合自己破解狼少爷的守护阵法。当然，楚风自然不会告诉他自己是要破开这守护阵法，而是先将狼少爷弄晕，然后利用潜意识让狼少爷进行配合。正常来说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可楚风就是抓住了狼少爷恐惧自己这一点，所以在昏睡之后，利用潜意识操控之下，狼少爷对楚风也是言听计从。紧接着，楚风就开始尝试破阵，可一番尝试之后，楚风便发现还是不行，哪怕狼少爷配合自己也是不行，还是楚风的实力不足。当然，也是楚风对岳灵先祖的传承还没有彻底领悟透彻，若是完全掌握，再给予足够时间，应该是可以破开的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首先楚风还没有彻底掌握那传承，短时间内楚风也不可能彻底掌握，还有就是大概老猫3日后就会到达这里，显然楚风破阵的时间也不充足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便换了策略，楚风干脆将狼少爷藏了起来，并且布置了一座封锁阵法。这封锁阵法不仅可以将狼少爷束缚，也会隔绝狼少爷与老猫的联系。虽说楚风不能破解那守护阵法，但还是窥探出了一些东西，所以隔绝他们的联系这一点，楚风还是可以做到的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楚风又布置了一座较为强力的传送阵法，附加在自己身上。楚风的计划很简单，虽说修罗王的力量被封印了，但是老猫并不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只要楚风装的强势一点，再加上有狼少爷做要挟，楚风觉得老猫应该不敢贸然对楚风动手。倘若真的苗头不对，楚风也可以趁机催动传送阵法逃离此地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老猫发现是楚风，二话不说转身就逃，所以老猫是否会说出血迹的下落，就要看老猫到底在不在乎这狼少爷的性命了。准备好这一切之后，楚风只用了2日时间，反正先来无事，楚风便将从九重阁阁主那里掠夺来的乾坤袋打开，这里面有着一把结界钥匙，那结界钥匙是可以开启这遗迹大门的。楚风想进去看看那所谓尊石是何模样，可进去之后，楚风却是神色一动，倍感意外。他刚刚进入遗迹，还未见到那尊石，便感受到了一股映入灵魂深处的吸引力。这遗迹早就被重新开发过了，现如今就像是一个矿洞。楚风一路深入，很快便发现了所谓的尊石，这尊石之中蕴藏着尊之武力，但是对于楚风而言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但那种带个楚风吸引力的力量，就是来自于这尊石深处。若想找寻此物，就必须将这些尊石挪开才行。这尊石需要用结界之术进行开采，楚风若是来开采，自然是比无名宗以及九重阁那些人快得多，但是也只是比他们快。在尊石数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，楚风就算动手开采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到达尊石深处，探索到那个宝物。于是楚风便拿出了天师符尘，而天师符尘也很给力。当楚风催动天师符尘之后，天师符尘的力量融入尊石之中，那很是坚固的尊石竟然出现了一道裂痕，裂痕只在这尊石矿的中间处，并且只有一条，但这裂痕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深，最终那原本漆黑无比的裂痕之中散发出了光芒。楚风探手一抓，便从中抓出一颗类似水晶一般的石头。楚风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，但是它也蕴藏着尊级武力，只是它所蕴藏的尊级武力却远非那些尊石可比，这乃是一个修炼至宝。而楚风又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裂痕之中只有这么一块蕴藏尊级武力的水晶，并且那裂痕虽然很深，正常开采需要很久才能到达那个深度，可却并不是尊石矿的最底部。而楚风仔细观察了一下，那吸引自己的力量就是手中这块水晶。现在水晶既然在自己手中，那尊石矿便没有了那种吸引力。楚风又观察了一下，几乎确定了一件事，这水晶应该是吸收了尊石的力量天然形成的，而并非人为放在其中，这绝对算是一个意外收获了。虽说此处尊石数量极大，可是对于楚风而言没有帮助。至于去换钱，楚风又不缺这么点钱，可这块水晶可就不同了，它蕴藏的尊级武力非常浓郁，并且蕴藏修武之道，极为适合用来修炼。在楚风来看，这块水晶的力量就算不能让楚风突破，那也会为突破打下良好基础。拿到水晶，楚风便直接在这遗迹内开始修炼，可却发现
这水晶内其实有些杂质，直接修炼倒并非不可以，但是会影响效果。但若将这杂质取出，那修炼起来效果便会极佳。于是楚风便停止修炼，而是布置了一座阵法，附着在那水晶之上。这阵法就是提取水晶内的杂质的，虽然需要花费一些时间，但效果将会极好。将阵法布置好，又顺利附着在水晶之上后，楚风便将这水晶收了起来，准备等着水晶内的杂质提取出来，再进行修炼。转眼间3日时间已到，楚风原本觉得老猫会再来的稍晚一点，可不曾想3日时间刚到，一个身披长袍的高大身影便出现在了此处。楚风知道他必然就是老猫。兄台，老夫已是如约而至，兄台可否现身一叙？老猫打量周围，发现没有见到人影之后，便高声说道：你的弟子如今被我转移了，但是他的性命可在我手里，所以你最好乖乖听话，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，如若不然，那狼少爷绝对活不过今日。楚风声音响起，但却并未现身，且其声音也是经过伪装的。兄台，千万不要伤害我弟子，你想要什么赔偿尽管说，我有都会给你，我没有的我也会尽量想办法满足你。老猫看向楚风所在的方向，我不要什么赔偿，我问你什么，你告诉我什么。楚风说道。听到楚风这样说，老猫也是微微一愣，他显然有些搞不清楚楚风的意思了，但还是说道：兄台，那你想问什么，尽管问便是。雪姬在哪？楚风说道。雪姬？你是谁？听闻雪姬2字，老猫的声音都变了，不再像先前那般从容淡定。老东西，你看看我是谁？楚风这次开口，不仅声音用了自己本来的声音，且自己的真身也是浮现而出。是你？看到楚风，老猫也是倍感意外。尽管楚风提到了雪姬，但他仍是没有第一时间就联想到楚风。你是怎么知道那狼少爷是我弟子的？老猫谨慎地问道。他还以为楚风是先知道狼少爷与他有关系，所以才故意找狼少爷，再通过狼少爷将他引过来。这个你就别管了，总之你弟子性命在我手里，你若想让他安然，就告诉我雪姬真正的下落。你若敢逃或者骗我，你弟子绝对休想活下去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兄弟，雪姬的确不在我这里了，我没骗你。其实他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属，我为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人。雪姬跟了他，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修炼也是会有着较大的帮助，你完全不用担心。雪姬，老猫说道。少废话，我问你，雪姬到底去哪了？你把她卖给谁了？楚风怒声问道。楚风兄弟，我是为你好，那个人你得罪不起的，而且雪姬马上就要与他成婚了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毕竟对你来说那就只是一只戒灵，你现在有那么多戒灵，为什么非要找他呢？老猫又说道。成婚，听到这2个字，楚风的内心顿时暴怒，他也不知为何会这般，可此时的他体内涌现出磅礴的杀意。不仅如此，楚风的眼中更是涌现出了黑色的气焰。楚风自己可能都不知道，现在他的身上散发出了多么恐怖的杀意，因为这是楚风少有的暴怒。那杀意就连老猫也是感到万分惊恐，他纵横修武界这么多年，还从未感受到过如此可怕的杀意。楚风兄弟，冷静一下，千万别伤害我的弟子。我告诉你他是谁？可能是被楚风的杀意吓到了，老猫赶忙开口。是魔灵王，我将雪姬送到魔灵王那里去了。老猫赶忙说道。魔灵王又是什么东西？楚风问道。是一只来自魔灵界的恶灵，与雪姬很像，并没有主人，因实力强大，体质特殊，可以自由之身于修武界纵横，因此他见到雪姬第一眼就相中了雪姬。虽不是来自同一灵界，但却也算是同类。老猫说道。所以你就用高价将雪姬卖给了那魔灵王？楚风问道。是这样的。不，也不全是这样，其实这也是雪姬自己的意思。老猫说道。自己的意思？你的意思是雪姬很想与那魔灵王成婚？楚风问道。真的，我没骗你，我与雪姬接触下来，早就不是主仆之分，而是成为了交心的好友。若是雪姬不愿意嫁给那魔灵王，我是绝对不会将雪姬交给那魔灵王的，多少钱我都不会交。老猫说道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楚风冷笑一声，他根本就不相信这老猫的话。这老猫满嘴谎言，局势不理之时说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话，唯有局势有利的时候才会露出嚣张嘴脸，才会吐露真言。面对这样的老猫，楚风真想先狠狠地揍他一顿再说，可是一番交谈，楚风已经渐渐恢复冷静。虽然楚风也不知道为何刚刚会那般的不冷静，但的确是恢复冷静之后，楚风才更加知道自己是不可以对老猫出手的。毕竟现如今没有修罗王坐镇，若是出手将会暴露他现在不是老猫对手这件事。而以老猫的性格，若知道楚风不是其对手，那必然是会对楚风下手的。楚风兄弟，你其实还不了解我，你别看我平日里较为贪财，好像不像一个好人，但我其实是一个极为重情重义之人。就比如我那弟子，其实他乃是我以为朋友的孩子，我自祖武星域归来，便去探望那位好友，不成想那位好友竟已是身负重创，命不久矣。好友托付我照顾其孩子，我才将其收为弟子。那一日，我乃是第一次见他，毫无感情所言。之所以收他为弟子，乃是看在我那老友面子上，自然也说明我的确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。老猫解释道。少在这里扯淡，你告诉我，那魔灵王是何修为？他与雪姬何时成婚？楚风凝声问道。虽然知道不能对老猫出手，但楚风知道也不能对老猫客气，自己必须底气十足，让老猫误以为自己随时可以制裁于他，唯有这样，老猫才会惧怕自己。魔灵王实力深不可测，具体是何修为我也不清楚，但曾有传闻，曾有半神巅峰的存在找其麻烦，却被其所斩杀，甚至有传闻他已超脱半神境，踏入了真神境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存在，是纵横整个浩瀚修武界的存在。楚风兄弟，我没骗你，他可真的是我们招惹不起的。老猫说道。半神巅峰，甚至真神。听到这4个字，楚风也是倍感压力。半神巅峰已经足够可怕，
真神镜那更是宛如神话。可对于楚风而言，这两者其实区别不大，因为那都是一口吐沫都可以将自己淹死，意念之间就可以让自己支离破碎的可怕存在。莫说没有修罗大军撑腰，就算有修罗大军，遇到那种存在，楚风的下场也是相同的。那的确是现在的楚风所远远无法战胜的存在。楚风没想到，刚刚踏入图腾天河，就遇到一个这种级别的对手，这简直就像是刚出生不久的小老虎要去挑战成年大灰熊，这无论怎么看都是毫无胜算。可楚风偏偏就是一个不畏凶险之人，更何况楚风还有着必去的理由。他需要知道雪姬是不是真的自愿的，若真是自愿，倒也罢了；可若不是自愿，莫说是半神巅峰，就算是真神巅峰，楚风也要救。那魔灵王身在何处？他们何日成婚？楚风凝声问道。他如今所在之地，其实距离此处不远，就在真龙星域的魔关凡界。若是你现在过去，成婚之前倒是可以赶上。我可以将魔灵王的住址告诉你，不过楚风兄弟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，是我告诉你魔灵王的住址的。老猫说话间，便拿式放出结界之力，凝聚出一张地图，且递给了楚风。楚风看了一眼，一看地图上的地方，便知道那应该是一处隐居之地。难怪老猫如此害怕，应该是少有人知道这魔灵王的住址。楚风看了看地图，又看了看老猫，他实在信不过这老猫，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：我信不过你，你陪我同去。楚风说道：我陪你同去？别吧，那魔灵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若非要去找血姬，我不拦着，但我不想掺和到此事之中。楚风兄弟，你就行行好，别把我牵扯进去了。老猫吓得那伪装的高大形象都是颤抖起来，看样子他是真的很怕那魔灵王。你这家伙，我信不过，你将我带过去。若这地址属实，血姬真在这里，我就放过你和你的弟子。楚风说道。当真？老猫问道。当真？楚风说道。那好，你先把我弟子放了，我们师徒二人一同陪你走一趟。老猫说道。想什么呢？你这家伙诡计多端，现在若将你弟子交给你，你随时会逃掉。相同的错误，我楚风不会犯第二次。你独自与我同行，若是你真没骗我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将你弟子关在了何处，你自己去救他即可。放心，只要你别耍阴谋，你弟子绝对安全。但你若是敢跟我耍手段，就算你能逃掉，你弟子小命也绝对不保。楚风威胁道。楚风兄弟，我绝对不耍手段。其实我看你投缘，也想结交你这个朋友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以后绝对不再骗你半句。老猫说道。别废话，带路。楚风说道。你总先让我看一下我弟子啊，万一他已经死了呢？毕竟我的守护阵法都联系不到他了。老猫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担忧，这卑鄙的东西果然尝试用守护阵法偷偷与狼少爷进行联系，还好楚风早有准备，隔绝了那守护阵法与老猫的联系。就算狼少爷遇到凶险，那守护阵法会触发，可老猫却无法察觉得到，也无法通过守护阵法来进行交流。你放心，我不像你这么卑鄙，你弟子安全着呢，赶紧带路吧，别用你的废话来消磨我的耐心。楚风表现得很强势，而老猫虽不情愿，可也还是按照楚风所说为楚风引路。很快，他们二人便踏入了传送阵之中，开启了前往魔关凡界的路程。说来也巧，明明就是从真龙星域过来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要回到真龙星域。对了，这个地方怎么叫魔关凡界？这个不吉利的名字。楚风好奇地说道。说起这魔关凡界，可是大有来头。见楚风询问，老猫也是来了兴致，立刻为楚风讲述起来。每个世界的面积都有不同，可形状却大体相同，大部分是圆的，少部分是椭圆的，但也总有个别存在是特别的。有的世界可能是方的，而这魔关世界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存在。它不是方的，但它却是长方，不仅是长方形，整个世界的外观都像是精雕细琢，无论怎么看，那都像是一物。老猫话到此处，故作神秘。何物？难道是棺材？楚风猜测着问道。对，就是很像一口棺材，一口巨大到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棺材。但不仅仅是棺材，它常年不断地散发着蓝紫交加的气焰，那气焰看上去阴森无比，就像是魔气，因此便有了魔关凡界这个名字。老猫说道。要按你这么说，那魔关凡界是位于一口棺材中的世界，那岂不是一个不祥之地？楚风问道。何止不祥，有传闻那魔关凡界之中封印着一个滔天魔物，他若出世，必将生灵涂炭。老猫说话的时候语气都变了，故作嘶哑且小心翼翼，就好像这一切都是真的一般。滔天魔物是怎样一个滔天魔物？楚风问道。这就不得而知了，毕竟没人见过，都是猜测。有人猜测是妖王，有人猜测是凶兽，但有一点猜测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它无论是什么，但都是在远古时期便存在之物。毕竟这个魔关凡界自远古时期就存在了。老猫说道。那个魔灵王为何要待在这魔关凡界？是不是他知道什么？楚风觉得魔灵王既然实力如此强横，没必要待在一座凡界，除非这里有什么资源，或者说有什么他所期待的，这便不得而知了。但我猜测魔灵王必然有他的窥探吧。老猫笑嘻嘻地说道。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伪装，而是露出了真身，所以对于他的笑容，楚风看得清清楚楚。只是看到他笑，楚风就想揍他，因为老猫一笑，楚风就感觉这个家伙的肚子里在咕哝着坏水。对了，老猫，那封神竹简你真的卖了？楚风又问道。当年老猫从楚风手中夺走封神竹简，楚风始终耿耿于怀。后面遇到老猫之后，老猫说封神竹简被他卖掉了，楚风自然不信。楚风兄弟，我真的卖了，骗你干嘛呀？提及封神竹简，老猫立刻变得有些紧张。他自然清楚，他欠楚风的不仅是血姬，还有封神竹简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补偿我？楚风问道。是该补偿，只是我现在手头也是有点紧。这样吧，你看看这些补偿给你，可好？老猫说话间，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。楚风接过打开一看，里面倒是有些宝物，有尊兵，还有许多奇花异草，甚至楚风都没见过的材料，但能感觉到也是有着一定价值。
显然这是老猫早就准备好的，想必是为了救他弟子准备的。只是虽说里面的每一样都是有些价值的，但价值高低，则是要看对谁而言。对于如今的楚风来说，这些东西的价值非常低，至少目前楚风用不到。可封神竹简为何物？自然不是这些东西能比的。你这是在把我当傻子糊弄啊！这些东西能抵得过封神竹简？楚风美貌微皱，面露不悦。楚风兄弟，这些确实抵不过封神竹简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了。对了，你不是很在乎雪姬吗？雪姬我待她不薄，如今更是给她找了一个好人家，就当做我赔偿了那封神竹简吧。老猫有些心虚的说道。老猫，你想的倒是挺好。我告诉你，封神竹简你必须拿等价的宝物来赔。至于怎么样算等价，那也是由我说了算。至于雪姬，我会问她究竟过得如何，若是过得不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话到此处，楚风掂量了一下老猫刚刚递给他的乾坤袋，这些就当做你夺走封神竹简的利息。话罢，楚风便将这乾坤袋收了起来。老猫很是无奈，但却也不敢多说什么。可恰恰是他这样的反应，让楚风察觉到老猫真的很在乎狼少爷，否则他也不会这般忍气吞声。一番赶路之后，楚风与老猫终于走出了传送阵，踏上了魔关凡界的土地。可楚风刚刚踏在这片土地上，便感觉大地剧烈颤动起来，伴随着越发刺耳的轰鸣，于大地深处传来。这大地的颤动也是越发强烈，随后更是有着无数裂痕在土地表面浮现，烟尘冲天起，动静之地似乎覆盖了整个世界。楚风察觉不对，赶忙张开天眼四下观察，可是一番观察之后却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就好像这只是寻常的地震。可是怎样的地震能够覆盖整个世界？好在这种颤动并未持续太久便平息了。他娘的，怎么回事？本大爷还以为要出什么好东西呢，怎么就突然停了？老猫嘀咕一声，显然他刚刚也在观察，只是他也没有发现是什么原因。不管这些，继续带路吧。楚风对老猫催促道，随后二人便再度启程。可在赶路一段时间后，远处便有一道蓝紫交织的气焰升腾而起，直冲天际。我擦，楚风兄弟，你看那是啥玩意？看到那气焰，老猫顿时变得激动起来。别喊，我看到了。楚风也是驻足观看起来，那蓝紫交织的气焰正在不断扩散，虽然距离很远，可还是能感受到一种不祥之感。这气焰怎么与那魔关世界散发的气焰这么像？该不会是魔关解封了吧？老猫的语气都变得激动起来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楚风问道。怕？我不仅不怕，我还想去瞧瞧。楚风兄弟，你可听过一句话，富贵险中求啊，不如我们先去看看那是怎么了吧。老猫说话间还激动地搓了他的猫爪子。这气焰虽然能够见到，但距离我们确实很远，过去需要一定时间，而且既然我们看到了，魔灵王必然也会看到，他应该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们还是先去找雪姬，你若想一探究竟，见了雪姬之后我再陪你去。楚风自然也察觉到这蓝紫交织的气焰不简单，很可能预示着什么。依着动静来看，要么是天大的灾难，要么是天大的机缘，可他们都看出来了。倘若那魔灵王也正在这个世界，必然也会看到，魔灵王必然回去一探究竟，这也许是个机会。万一魔灵王是独自动身，没有带着雪姬同行，那楚风他们不就有了与雪姬接触的机会？毕竟来时楚风已经从老猫那里得知，魔灵王没有什么手下，他平日里都是独来独往的，所以若是魔灵王只身离开，那也就等于没人可以阻拦楚风他们，楚风自然就可以见到雪姬。行吧，听你的，反正你也只是不相信我，见到雪姬你自然就清楚我到底有没有骗你了。老猫虽然很不情愿，但还是同意了。楚风其实早就将老猫给他的地图牢记于心，还让老猫带路，就是想看老猫是否耍诈。而老猫带路的路线也是始终与地图吻合，最终他们来到了一处山林之中。这片山林是无人之地，但老猫轻车熟路，直接落到了山林中的一块巨石之前。楚风兄弟，这石头就是入口，你进去吧。若是见到雪姬，你自然会知道他是不是真心情愿到这来的。老猫说道。你与我同行，切记不可耍诈，不然你弟子性命不保。楚风还是信不过老猫，总觉得这个家伙诡计多端，所以不肯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。你这行行，我陪你，但是你隐藏的时候也帮我一下，我隐藏的水平不如你。还有，倘若魔灵王在的话，咱俩趁早溜。老猫说道。行，楚风也是应下。随后楚风便利用九龙圣袍的力量，帮助老猫一同隐藏身形，这才穿过了那块巨石。穿过巨石，他们并没有进入另外一个结界世界，只是穿过了一道结界屏障，他们还是在这丛林之中，只是眼前所看到的丛林则是与外面的有所不同，屏障之内的丛林更美，并且有着诸多建筑，建筑与丛林不具交相辉映，一眼望去美轮美奂，宛如身临仙境。这魔灵王还挺有品味的嘛。楚风看着那些建筑以及这明显重新设计过的丛林，不由感叹道，那魔灵王哪有这个品味？我上次来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一片普普通通的丛林，啥都没有。那魔灵王平时就睡在地上，对生活一点追求都没有。我想这一定是雪姬的想法。老猫说道。听老猫这样一说，楚风察觉到雪姬在这的生活似乎当真不错。走吧，那魔灵王好像不在，应该真的是被那蓝紫气焰吸引过去了，我们赶紧去找雪姬。老猫说话的语气很是确定，看来他已经用特别的手段感应过了。且说话间，便直接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座宫殿的门前。这座宫殿外有结界封锁，楚风的天眼都看不穿，但老猫却好像知道雪姬一定在这里面。老猫在门前轻轻抠门，这声音非常轻，甚至寻常人根本听不到，但楚风注意到他抠门的动作很有节奏，这更像是一个暗号。抠门之后，老猫则是拉着楚风退到一旁，很快殿门打开，从中依次走出了十几位年轻美貌的女子，她们统一打扮，加上确实容貌不错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女，这些都是魔灵王找来服侍雪姬的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
老猫说话间便走了进去，楚风也紧跟其后，且进入之后还顺手将店门关闭。而他们刚刚进入，楚风便看到了一道身影坐在大殿之内。此女一袭白色长裙，面容绝美，身材妖娆，无论面容还是身材或是气质，此女都是无懈可击，乃是真正的尤物。明明刚刚那些侍女都已是容貌不凡，可若与此女相比，便立刻变得普通起来。不是她们不够美，而是眼前殿内的女子实在太过绝美。而此女正是楚风体内最初的2只界灵之一，幻化成人形的雪姬。此时的雪姬坐在大殿首位，正侧头饮茶，可举手投足尽显女王一般的气势。老猫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？见殿门关闭，雪姬开口问道，但却并没有抬头去看，那个样子明显也没有将老猫放在眼里。他话音刚落，楚风的隐藏之力便退去，他与老猫的容貌也是浮现而出。而察觉到此时进入殿内的是2个人，雪姬也是立马抬头看向楚风。当看到楚风之后，雪姬整个脸色都变了，先前的风轻云淡的女王气势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乃是满脸的惊容。楚风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雪姬的语气也是充满惊讶。我们怎么会在一起？我也想问这件事。天下如此之大，偏偏我就撞到了这楚风。老猫提及此事也是颇有怨念，显然他是并不想遇到楚风的，但还是看向了楚风。楚风，你看到了雪姬是不是过得很好？我没骗你吧？话到此处，老猫又看向雪姬。雪姬，你快告诉楚风，我是不是待你不薄？是不是你自己想跟着魔灵王的？可老猫此话刚刚说出，一股杀意却自雪姬体内释放。什么叫跟？雪姬美丽的眼眸并未变化，可给人的感觉却是压迫之感。看到这样的雪姬，就连老猫也是连吞几口唾沫后，露出了尴尬的笑容。是我用词不当，用词不当了。老猫尴尬的笑道，你先退下，我有话与楚风说。雪姬对老猫说道，那语气更像是命令。楚风兄弟，那我先去外面等你。老猫说话间便走了出去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怕雪姬。可刚刚雪姬发火，楚风有察觉到雪姬的修为，如今雪姬的修为乃是7品5尊，这个修为比之他当初自然是提升很大，这进步速度几乎可以说丝毫不弱于楚风了。可这样的修为显然不足以让老猫惧怕才对。那老猫惧怕的谁？是那魔灵王吗？楚风思考的时候，老猫已经出去，并且主动将殿门关上。此时大殿内便只剩下了楚风与雪姬2个人。看来老猫说的是真的，你过得还不错，而且是自愿来到这里的。楚风看向雪姬，他从雪姬与老猫的对话以及雪姬此时的状态，就已经知道老猫对于这件事其实没有说谎的。对啊，我现在是依仗着魔灵王，他还打算娶我，怎么吃醋了？雪姬美眸微眯成2道月牙，笑得很妩媚，也很好看。不得不说，楚风后面遇到了那么多美女，但真的能与雪姬和蛋蛋相比的几乎没有。可楚风却不敢掉以轻心，他始终没办法与雪姬如老友一般交谈。不管雪姬对自己什么态度，楚风都觉得这不是真正的雪姬。楚风始终觉得雪姬对自己有一种威胁，自然对雪姬也就保持着一种戒心。吃什么醋？我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虽然感觉雪姬还是如以往一样危险，可楚风倒也没有惧怕，而是从容的笑了笑。毕竟雪姬与他开这种玩笑也不是1次2次了，楚风也早就习惯了。没吃醋，你特意跑过来干嘛？雪姬问道。我来找你，其实是受人之托。楚风说道。受人之托？谁啊？是蛋蛋那个丫头，她找我什么事？肯定没什么好事吧？雪姬提起蛋蛋，多少带着一点怨念。是雨莎。楚风说道。雨莎。听到雨莎2字，雪姬神色也是微微变化。看来你还记得雨莎。楚风看雪姬的反应就知道雪姬是认识雨莎的。记得，我的一个小跟班而已。你们是怎么搞到一起的？雪姬问道。小跟班？看来你们2个之间的感情并不相同啊。他找到了我，就是想要找你，我也是因为雨莎才想找到你的。楚风说道。这么说来，雨莎是你的戒灵了？那你让她出来见我。雪姬说道。现在还不行，雨莎在闭关，待她出关以后，我会让她见你的。以她的性格，就算我不让，恐怕也是不行。毕竟她就是因你而来，你对她而言可不像是一个无所谓的人。楚风这话是刻意讽刺雪姬。雨莎有多在乎雪姬，楚风是清楚的。可雪姬对雨莎的态度，却让楚风有些替雨莎鸣不平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喜欢多管闲事。楚风，你这个样子难成大事。雪姬说道。我就这样，怕是改不掉了，改掉了，我也就不是我了。雪姬，你真的要与那魔灵王成婚？楚风又问道。不知为何，楚风还是很在意此事，就连他自己也不理解为何会如此。怎么了？找一个强大的人做靠山，这不是女人的最佳选择吗？你该不会是想让我重新跟你吧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雪姬用那妩媚笑容看着楚风，可却有一股威压自其体内涌现，向楚风压迫而来。那乃是7品5尊的威压，而这威压刚刚靠近，便被挡了下来。龙变9重的结界之力，如旋风一般在楚风周身缠绕，神圣而霸道。这样的防御，自然也不是7品5尊的威压能够靠近的。其实就算不用结界之力，用自身威压，楚风也同样可以挡下。毕竟楚风可是8品5尊，但楚风故意的，可能是出于自尊。楚风也想让雪姬看看，不仅他有进步，自己也早不是当年那个弱小的楚风了。只是龙变9重啊，还以为你已是神袍了呢。这进步速度有些让我失望啊。果然，我选择魔灵王是对的。可谁成想，楚风的实力展现，不仅没能换来雪姬的刮目相看，反而得到了冷嘲热讽。那魔灵王是何实力？他也是小辈吗？楚风问道。他自然不是小辈，但现在的他比你强太多也是事实。至于以后，那是以后的事。楚风，你找我就真的只是因为雨莎吗？若是如此，你可以走了，也不用让雨莎来找我，我不需要她，让她回修罗灵界去吧。哦，对了，你那界灵空间可是特殊，她应该回不去了吧？
那就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吧。不过有蛋蛋那个丫头在，雨莎也不会受宠的吧？但是她的性格应该也不在意。你们主仆三人相处愉快就好。雪姬阴阳怪气的说道。那魔灵王去哪了？楚风问道。明知故问，你看不到那冲天起的气焰吗？雪姬说道。那到底是什么？跟我说说呗，好歹主仆一场啊，对不对？楚风问道。哎呦，原来探望我是假，打探消息却是真，是老猫让你问的。你们两个居然能够联手，你忘记当初我像狗一样被他牵着走了吗？雪姬问这句话的时候，眼中闪过一抹怒意。当然记得，所以我对老猫也是印象不太好。你若心中有怨，我可以帮你讨个公道。但是你们不是和解了吗？不然你们之间怎么还有暗号？楚风问道。公道？指望你？那黄瓜菜都凉了。我与他的确和解了，那是因为公道我自己已经讨过了。雪姬的语气中仍有着浓浓的怨念，是对老猫，但却好像也是对楚风。楚风，我知道你这家伙喜欢以命搏机遇，但我劝你一句，魔关凡界这趟浑水，你还是别淌了。这里可不仅仅有魔灵王，除了他，还有很多高手在暗中窥探着魔关凡界。如今他们期待的已经显现，自然会接连出动，而他们任何一个都不是你这区区龙变九重能够抗衡的，包括那老猫，也只是人家眼中的蝼蚁而已。你也将此话转告老猫，然后你们就赶紧离开这里吧。魔灵王随时会回来，他可不欢迎外人来这里。雪姬说道。行，那我便先走了，但倘若雨莎要见你，我还是会带她来的。楚风说道。谢雪姬对楚风翻了一个白眼，见你过得好，我也便放心了，告辞。楚风对着雪姬抱了抱拳，随后便转身离开。可就在楚风走到门口，刚要出去的时候，雪姬却再度开口。对了，楚风，你找到你母亲了吗？为何这样问？楚风问道。到底找到没？雪姬又问。没有。楚风说道。那可有线索？雪姬又问。没有。楚风还是信不过雪姬。别看雪姬这次见到自己，并没有表露出要对自己不利的意图，可楚风对雪姬就是放不下戒心，自然也不会将自己母亲的事情告诉这样的雪姬。那你走吧。雪姬摆了摆手，示意楚风离开。你问我母亲的事情是何意思？你该不会是想报复她吧？楚风眯眼问道。楚风现在对雪姬没有敌意，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，但是看在雨莎的面子上，楚风也不会对雪姬出手。况且这次见面，雪姬也没有对楚风表达出敌意。但别看雪姬捉摸不透，不知她究竟想的是什么，但有一点楚风还是了解的，雪姬乃是有仇必报之人。且楚风察觉到，对于自己母亲将雪姬强行抓来这件事，雪姬是有怨念的。所以倘若雪姬现在说出她想报复楚风母亲的话，那楚风便会立刻将雪姬划入敌人阵营。虽然未曾见过自己母亲，但楚风绝不容许任何人对其母亲造成威胁。可楚风此话说出之后，雪姬却噗的一声笑了。楚风，你怎么变蠢了？报复你母亲？你看我有这个实力吗？别说是我，魔灵王也远远不够啊。雪姬笑着说道。那你为何要问？难道只是关心我？楚风问道。你就当我关心你吧，赶紧走吧。魔灵王见到你们在这，我可保不住你，并且我也不会保你。雪姬这句话说完，便转过头去，不想再看楚风，并且最后的目光是冷漠的，这与之前的热情全然不同，判若两人。但楚风丝毫不意外，雪姬对别人如何，楚风不知，但雪姬对他向来如此。形容雪姬在楚风心中的印象就两个：捉摸不透，很是危险。随后楚风便离开这座宫殿，且与老猫离开了这里。怎么样，楚风兄弟，你相信我了吧？老猫对楚风说道。这件事你的确没有骗我，雪姬的账可以暂时放一放，但是封神竹简的账可还没清。楚风说道。哎呀，封神竹简而已，我一定会还你，也许现在就是一个机会。楚风兄弟，真不是我虎爷吹牛，我身体很是特殊，我的身体会预言之术，所以我的直觉往往很准。我预感到魔关凡界此次并非大劫，而是天大机遇。楚风兄弟，你我联手去捞他一票怎样？老猫摩拳擦掌的看着楚风，眼神都变得炙热无比。我刚才有询问雪姬是否了解魔关凡界，他倒是没告诉我这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，但是魔灵王留在这里，似乎就是与这魔关凡界有关。但是雪姬还告诉我，这魔关凡界隐藏着诸多高手，都是为此秘密。如今这样的动静，怕是那些高手都已动身，那些人都是与魔灵王同一级别的，所以雪姬奉劝我们不要掺和这里的事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兄弟，我看你不像胆小怕事的人啊，你难道会听雪姬的劝？老猫问道。看来你是真不怕呀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过去看看吧。楚风说道。这才对。见楚风同意，老猫兴奋无比。对了，你怎么都不关心你那弟子了？楚风问道。楚风兄弟，我多少还是了解你的，我既然没有骗你，我那弟子就一定无碍。老猫很是确定的说道。见状，楚风也是笑了笑，随后楚风二人便立刻动身，向那气焰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。为了害怕错过先机，更是由老猫带路，老猫更是施展出全力，以及快速的速度前行。不行，还是太慢了。楚风兄弟，你让你那只戒灵出来吧，让他来带路。老猫对楚风说道。我那戒灵在修炼呢，非紧要时刻我不会让他出来的，反正你们实力相近，还是你带路吧。楚风自然不会告诉老猫，修罗王已经被封印了起来，所以只能骗他了。哪有，他可是在我之上，况且现在就是紧要时刻，若是晚了，便什么机会都没有了。老猫说道。可就在此时，楚风与老猫的身后传来阵阵轰鸣，那是雷声。回头观望，楚风与老猫皆是不由一愣，不知何时身后已是乌云密布，且电闪雷鸣，而最主要的是，那大片雷云正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追赶而来。他们知道那不是寻常的雷云，必然是某位强大的修武者所掀起的动静。果然，这魔关凡界藏龙卧虎，老猫这位必然也是冲着那气焰所在地而去。咱们让一让。楚风此话说完之际，才发现老猫已经改变了路线，再往旁白的方向飞掠而去。显然
他们两个是想到一起去了。虽说离开血姬所在处之后，他们就隐藏了身形，可这位速度如此之快，实力明显在老猫之上。对于这种存在，还是避开一点为好。我擦，楚风兄弟，不对劲啊！他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可很快，老猫发出惊呼。按理来说，他明明躲开了前往气焰方向的路线，可是那雷云却没有向气焰的方向而去，反而是向老猫与楚风这个方向追赶而来。不是好像，那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楚风说道。雷云遮天，且速度极快，很快便追赶而上。紧接着，无数雷电自四面八方劈落而下，形成了雷电墙壁，刚好将楚风与老猫困在当中。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侥幸心理，觉得只是巧合，而并非真的追赶他们而来，那么现在几乎可以确定，这雷云就是冲着楚风二人而来。此人实力在我之上，但也没有强上太多。楚风兄弟，看来要由你出手了。老猫以暗中传音对楚风说道，因为那雷电的力量乃是五品半神。忽然又有一道雷电劈落而下，这道雷电就落在楚风与老猫面前的不远处。这道雷电之中走出了一道身影，那是一个皮肤漆黑、个子不高且极为瘦弱的老者。他瘦到如骷髅一般，是真正的皮包骨，并且他太黑了，就像浑身上下涂过墨水一般，简直没见过这么黑的人。并且他穿了一身黑色的布衣，加上此刻雷云遮天，若不是他睁着眼睛，甚至可能都看不出他是个人。两位，老夫名为陶吴，并无恶意，而是见两位是奔着那魔关入口而去，所以想与两位同行。那瘦小的黑老者落下后，便直接对楚风二人说道，几乎可以确定，这个老头是完全可以看得到楚风的。虽然他展现的实力是五品半神，可他却能够看透楚风的隐藏。既然被看穿，楚风也不再隐藏，而是直接与老猫现身。前辈，你为何要与我们同行？你又是如何看穿我这隐藏手段的？楚风问出了自己心中好奇。其实我之前看不到你们二人，是你们现身，我才看到的。那自称陶吴的老者说道。你看不到？楚风并不相信，这老头的目光就一直锁定着楚风，怎么可能看不到？小兄弟，老夫的身体有些特殊，自带预言之术，直觉很准。就在刚刚，我的身体给了我指引，他告诉我，此行我会遇到一位贵人，而那位贵人会让我大功告成。这个贵人便是小兄弟你。那自称陶吴的老者说道。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？老猫抓着耳朵说道。确实耳熟。楚风也笑了。这话之前老猫明明也说过，所以你是靠直觉找到我的？楚风问道。正是。陶吴说道。喂，你这骗鬼呢吧？你说你身上有宝物能追踪我们，本大爷都信。你说你靠直觉找到我们的，并且还如此准确，谁信？你想合作也拿出一点诚意吧。老猫不耐烦地说道。虽然对方展现的实力在他之上，可他并不惧怕，因为他是知道楚风的那修罗王是能与五品半神一战的。他现在所依仗的乃是楚风。可老猫不知道的是，别说修罗王，现在楚风一只修罗界灵都放不出来，所以他们两个完全不是这个黑老头的对手。这只小猫，你别误会，老夫其实想合作的只是这位小兄弟而已。你若觉得老夫没诚意，你大可离开。那陶吴挥了挥手，全然是没将老猫放在眼里。老猫气得大嘴直咧。这位前辈，我也不瞒你，我们的确是要去那七焰的方向看看热闹，你若要同行倒是可以，但是我们素不相识，你想与我们同行，真的应该拿出一点诚意，您觉得呢？楚风说道。楚风和这种人讲什么？他必然是来者不善，赶紧收拾了他，好继续赶路。老猫暗中传音说道。别急，此人只是展现出了五品半神的实力，谁知道他的真正实力到底是何境界？倘若他不仅是五品半神，那我们还率先动武，那岂不是自寻死路？楚风以暗中传音对老猫回应道。而老猫也不说话了。小兄弟，老夫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是真心实意合作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表现出一点诚意。老夫来自朝圣天河，无门无派，独自一人。那陶吴正介绍着，老猫却忍不住再度开口了。得，你这扯什么呢？当今修武界哪有朝圣天河？你编瞎话，能不能编得真实一点？天河名字都被你改了。老猫不耐烦地看着陶吴。哇，抱歉，老夫口误了，是七界天河。在老夫心中，七界天河一直是圣地，身在七界，宛如随时随地都在朝圣，所以在我自己心中，一直将七界天河称为朝圣天河。那陶吴解释道。鬼信。老猫对着陶吴翻了一个白眼。前辈，您若这样，可显得不够有诚意。楚风说道。小兄弟，你对这魔关世界可足够了解？那陶吴的神态突然变得认真起来。并不了解，只是知道这个世界像是一口棺材，我所听闻的也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传闻而已，所以才很好奇，为何会突然出现那样的气焰，好奇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难道前辈您知道缘由？楚风试探性的。这也正常，了解魔关世界的人屈指可数，而刚好老夫就是其中之一。既然我想与小兄弟合作，那我便告知于你，魔关世界封印着一只远古时期的界灵，这界灵生前实力滔天，且作恶多端，所以才会被封印于此。但说是封印，实则是炼化，因为这界灵实力强大，难以直接将其杀死，所以只能用这炼化大阵，一点一点的将其炼化。这魔关世界本身就是一座炼化大阵，只因阵法力量强大，久而久之便滋生出了大地山河，最终成为了一个世界。而眼下气焰升起，说明炼化大阵已然开启，也说明那远古时期的强大界灵已被彻底炼化。如此强大的界灵，就算被炼化掉了，那么也会留下诸多好处，但这炼化大阵极其复杂，稍有不慎将会被炼化致死。而我对这炼化大阵却是了解一些，若与我同行，自然也有一定安全保障。小兄弟，你看我这诚意够足吗？那陶吴对楚风说道。你说是就是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编的？老猫一脸不屑地瞥了那陶吴一眼。你信不信无所谓，只要这位小兄弟信就足够了。那陶吴说道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
到底是什么动机，让你想与我合作？楚风问道。别的他可以不追究，但是这件事他还是想搞清楚，毕竟要去闯一座这样不简单的地方，突然出现一个毫不熟悉的陌生人，自然还是要小心。真的是直觉，老夫没骗你。不过小兄弟，你若不信老夫，老夫也能理解。凡事世上见，毕竟患难见真情。咱们刚认识，你不相信我很正常，咱们好好相处，你就看看老夫为人，老夫绝对值得你信赖。陶屋说道。行，那我们便启程吧。楚风说道。好，老夫来带路。那陶屋说话间，便释放出一重武力，将楚风与老猫包裹，随后向那气焰散发的方向赶去。但这一次不仅没有携带漫天雷云，你怎么突然这么低调了？楚风问道。嘿，这不是刚刚要与小兄弟你见面，所以故意摆阵势。既然合作成功，自然无需这种阵势了。眼下肯定不少人都已经到了哪里，咱们想捞取好处，还是低调一点为好。陶屋笑嘻嘻地解释道。你真答应与他同行啊？老猫则是诧异地看着楚风，但却也是以暗中传音说道。不然有什么办法？难道真的与他开战？反正我没把握。楚风说道。但其实他不是没把握，他是毫无胜算。而就在此时，陶屋的体内释放出结界之力，那是隐藏阵法，隐藏手段极为高明，不仅将其自己隐藏，更是将楚风与老猫一同隐藏起来。且这一刻，楚风与老猫也注意到，这陶屋的结界之术乃是金龙神袍，这可是比老猫还强的境界。你看，我就说此人不简单吧。楚风以暗中传音对老猫说道。而老猫也没了脾气，五品半神也就罢了，还是金龙神袍，这个人的确不简单。那就希望他没有恶意，而是真心实意的合作吧。老猫叹道。毕竟这陶屋实力的确很强，老猫担心也是害怕他图谋不轨，若真的能够好好合作，谁会拒绝这样强横的伙伴呢？可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。小兄弟，你与这只小猫关系如何？是陶屋的暗中传音。还可以吧。怎么了？楚风以暗中传音回道。只是还可以啊。那就说明不是很好个。陶屋问道。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楚风回问道。嘿，若是你们关系一般，咱们就不带他了。你若不好意思，老夫可以替你出手，直接把他宰了。陶屋说道。